好，那么现在蓝绿白在立法院大战啊。国民党委员说赖清德、卓荣泰，你们又不附属、不公布，你们是尸位素餐，要开门的薪水。总统府就回击说，总预算都躺4个月了，哦，总预算也躺在那边啦，哦，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谢长廷也挺卓荣泰不附属，因为谢长廷也做过行政院长，他说你们再也就不敢倒戈。我们日本的话，对不对？把倒戈重新改选呢？哦，他说不在宪法法庭解决，因为宪法法庭不能够解释释宪不释宪呢，只能政治化解。政治化解就是我不服属哦，然后呢，你们倒我的戈，可以倒戈啊，哦，这是朝野制衡的设计。谢长廷这也是乱讲一通。内阁制哦，内阁制国家不一样的，内阁制国家是我提出不信任案，你可以倒戈，这是双杀了。对，哦，那现在问题是。你行政院长根本没有民意基础嘛，总统任命谁就谁嘛。今天假定说我们这样举例哈，如果在野党倒了阁了，然后呢，这个总统解散国会，解散后重选，选出来以后你注意哦，如果赖清德还是任命卓荣泰当行政院长，立法院一点辙都没有。对，那他当然也可以任命别人，他任命谁就谁，又立法院不要同意啊。内阁制是说到时候总理就是内阁里这个国会里面谁是最大党，或是联合超过1半，就他当总理啊。你不是啊！你倒了半天还是他任命总理，怎么会一样呢？你在讲什么呢？现在在讲什么？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我本来觉得你还有一点学问的哈，你是乱讲还是讲真的？哦，如果乱讲也就算了，你讲真的，觉得啊，那个学政治还没有我这学机械的好，好吧？行政院不附属是高招吗？学者说是挑衅在野，舍弃正当性。哦，你是挑衅在野啦。哦，然后呢，正当性也没有了哈。那另外呢，张启凯说要告发卓荣泰渎职。该作为不作为，哦，然后对赖清德提出弹劾，而且要号召全民上街头。我觉得民进党很积极，昨天下午就开记者会哈，昨天就开始讨论开记者会。洪国昌说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哦，说不是，他可能将来都这样哦，不满意我就不给你附属了，哎，食髓知味了，那怎样？我也不必罢免你们了，罢免你们干嘛？随便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就算立法院里面。100多少？现在是130几，113个委员，就算112个都是你们，一个是我，只要行政长是我干，我就不附属你们，怎样？你们把我怎样？你们表决啊？哦，然后呢？所以呢，民进党这个媒体说蓝白应该诉诸更大的民主，什么意思？2026选举马上到了，2026选举，来大家看，说呢，这个甚至发动公投，法律的复决案、立法原则的复决案。重大政策的创制复决案跟2026选举一起举行，因为现在公投要绑大选了，把这几个东西做成公投案，让选民决定，看到底怎么样。所以就是要你不是要更大的民主吗？那公投不是更大的民主吗？用更大的民主来哦。那陈其迈说应该恢复宪法法庭了，要宪法法庭来判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委员说，问题在赖清德不提名适当的大法官人选。不是我们要宪法法庭这个不能开，你提的大法官都是骗你的人啊，那这开的结果都是这个之前不是吗？结论都是对你好，那我们开干嘛？干脆不要开嘛。你大法官来协商一下，为什么都是你提你的人哦？所以呢，停摆1年，这个礼拜我会复活，不过复活看起来并不是讲违宪不违宪了哦，只是在这个可能处理统一解释啦等等这些问题，而不是违宪的问题了哈。所以呢，现在大法官越缺嘛，哦，所以要违宪的还差1个人哦，所以呢，这个需要9个人呐，哦，现在只有8个好像哈。那另外呢，这个没有办法判违宪不违宪，哦，所以呢，19号的评议外界判断并不是释宪啊，而是只是解释法律了。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他们不依法行政不做事，那么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审查他们的薪资，还有他们的相关的业务的费用啊。这个已经是拿钱就不做事。总统翁小玲说要砍你的薪水，会不会觉得很荒谬？你有觉得你自己不做事吗？根据现行规定，总统月薪为56.1万元，行政院长则为36万920元。但其实按法规，立委无权删减薪水，因此据悉委员打算从国务机要费、特支费下手。但目前总预算立院还未开审，删多少还在瞧。其实，在立法院当中，尸位素餐的不就是这群立委吗？总预算已经送进去躺了有4个多月了，真正尸位素餐的是这一群不审总预算的立委。
为了挡下3大法案之一新版宪诉法闯关，立法院去年年底朝野打成一团，如今宪法法庭停摆将近1年，16号要复活了吗？宪法法庭在本周5的行事历多了确认裁判文本的评议，外界解读很可能会对宪诉法来做出判决，也可能会对其他案件来解释法令试水温。那至于周5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内容的评议，我们在这里还无法判断。那么我们期待整个国会在野主导的失速列车能够回归到宪政的常轨。难道大法官也想火车对撞，学赖卓体制冲撞宪法了吗？但新版宪诉法只要做出违宪的判决，大法官参与评议的人数不得低于10人，9人以上同意才能宣告违宪。目前只有8人行不通，倒是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过半评议、过半同意就能解释。总统批评蓝白瘫痪宪法法庭，但宪诉法也有规定，如果大法官出缺，总统必须依法2个月内补提名。上回大法官被封杀是7月，都12月了，总统也没有履行宪法义务补提名。宪法法庭没有被瘫痪，那到现在赖清德总统都还没有提出第3波的大法官名单，这个不是立法院的问题，而是赖清德总统的问题。总统指责蓝白毁宪乱政的同时，这面照妖镜也会投射自己。南乃金。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就是宪法法庭礼拜5啊，他所要召开的记者会到底具体内容是什么？假设说，如果是他要来解释啊，这个宪诉法必须要9人，然后10人才能够处理的话，他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有合宪或是不合宪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哈，就是宪法法庭可以来去解释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法律这个里面本身到底是不是具有合宪性吗？我觉得这是存在的这个一个争议。第二个，我们从过去的宪法法庭的表现，从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任命的全都是绿油油的大法官，我们就可以知道宪法法庭他所做的这些的解释啊，它其实都是偏向于执政党啊，在捍卫这个执政党的权利。所以宪法法庭呢，它的公正性、它的权威性，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灼伤了。再加上赖清德总统呢，他上任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办法，他不愿意针对有关于大法官的人选来跟在野党进行协商啊，然后同时呢提出具有真的是具有公信力哈和具有这个地位的大法官人选，所以他瘫痪到现在。他这个是一个很迫于无奈的一个现实，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说就叫这个立法院你通过啊，你通过啊，你通过啊，你来了这些人，你叫这个立法院怎么通过？立法院如果说蒙着眼睛就让这个大法官过去的大法官通过让宪法法庭运作的话，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包括了民众党的立法委员，他一定会被选民骂死了哈。然后至于赖清德他用这种要行政院用这种不附属的这一招，其实宪法的这个学者呢都解释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全民都在被迫上一堂这个宪法课，没有国家会这样子搞的哈。他今天呢，民进党呢从上到下。从党中央的对外的文宣，到这个绿营的这个名嘴啊，还有绿营的这个所谓的台派的这个学者，他们在讲到就说啊，那你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倒阁啊，你倒阁啊，你为什么不倒阁啊？倒阁是在一个内阁制的国家里面设计啊，对于你现在的政务的推动呢感到不顺啊，而且特别是对于在野党呢，对于现在的这个执政党所发动的一个民意不信赖的一个举动。那你倒阁了之后呢？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依然能够取得最大多数民意的同意，那当然你就稳稳的把这个位置坐下去了。那他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要去换阁揆、换党执政。可是，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就算是倒了阁、解散国会、重选，就像是刚才赵先生所讲的，他依然不提名在野党能够接受的阁揆人选，那有用吗？没有用嘛，完全没有用，而且这样子的一种武器不对等，然后现在呢，赖清德还要来怪说是你们这个在野党呢要来违宪乱政哈，是独裁，在野党有什么样权利来独裁？海文山。
应该说是现在行政院的作为，其实就完全是合宪的。宪法确实也赋予行政院可以不附属这样的一个行动。那真的他没有办法执行的业务，他当然是可以去否决的。那否决之后，当然还是有一个机制，就是说当然是可以重选。那至于要不要重选，那就看蓝白自己要不要倒阁。那这个是机制上在台湾的法律里面确实这样规定。不过行政院真的是有不得不为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的财划法上路之后，这个中央确实这个财政就会被掏空。其实过去很多这个中央政府一直在做的长期的这个对于民众的那个福利，不管是长照啊，或者说育儿津贴啊，或者说相关的补助也好，或甚至是大家最近在讨论的国防，其实这些都需要国家预算的支持。那分给地方，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其实地方政府也可以来做啊。不过这个逻辑其实不完全是正确，因为其实你钱下到地方政府，你怎么用，其实基本上它是很难被确认的。你拿到这么多钱，你会不会真的拿来做长照，拿来做育儿津贴？其实这个是说不准的。我们看到花莲基本上很多的钱下去之后做什么呢？做抽奖，做摸彩，然后去买一些东西。其实这有点算是变相的买票。当然抽中电视人很开心，可是你如果真正需要的年轻人，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做补助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当然希望中央政府有一笔原来本来就可以运用的经费拿来做给这个社会，来做更多的福利，让大家可以城乡更加的平均，而不是把财富只是掌握在少数的地方政府，而你没有办法加强去掌控它怎么做。当然我要说地方确实是有议会，可是地方的议员的监督力比起立法院的监督力其实还是少非常多的。行政权的独大在地方来说其实更加的明显。张信宏补充一点哈，就说因为绿营的学者呢一直不断的拿郝柏村当时就不附属蒋仲林，李登辉要提名蒋仲林的这个人事命令，说你们以前国民党啊，你们自己不是在执政时期的时候也行使过这个附属权吗？但是呢，他就是对于那时候当时的宪法上面的设计是在一个阁揆还是需要立法院同意的，他是制衡总统的。对，他是要来制衡总统的权利。那李登辉呢，就是因为郝柏村这个不附属嘛，所以呢，后来呢，蒋仲林呢要顾全大局，所以他就自己说，那你不要提我好了。然后所以他就在修宪的时候把它给取消了哈。那当他把这个修宪把阁揆的这个附属权拿掉了之后呢，同时他也取消了立法院对于国揆任命的同意权的时候，其实今天你总统你要提名谁就提名谁了。所以他不需要再有一个这个行政院长，他哪来的权力去制衡总统呢？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可笑的。就是今天赖清德要卓荣泰去做这个，你不要来执行我要公布的法律，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大家回想那个时候，现在大家常讲大和解咖啡，当时我在新党跟施明德的民进党为什么要喝大和解咖啡？就是当时预备推施明德当立法院长。当立法院长有什么了不起？立法院长真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当时的行政院要立法院通过，所以如果能够经过这一役证明说呢，在野联合能够推出自己的主意的这个立法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要不要通过就不一定喽。那到时候你李登辉要不要跟我们妥协一下？行政院长到底是谁？部会长是谁？所以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如果现在根本不需要立法院通过，当立法院长又怎样呢？你能怎样？韩国瑜能够怎样？他不能怎样啊！那现在找他去，他能怎样？他能帮代表马英九、代表这个柯震讲话？不行啊，他回去被骂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宪法的精神已经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说，蓝营不要，白营也不要上当，不解散、不重选、不上当。这三步要搞清楚，不要说啊，我就像现在一样，我要解散了，我这个倒戈重新解散。你这才叫做不对称战争，你知道吗？弄了个半天，我解散了半天重选，就算我又多数又怎样呢？也不怎样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立法院说这个所谓逐年递减那个退休金呢，冻结不应该再递了，已经减很多了，而且物价一直在上涨啊。赖清德说，公教年金不应该仓促修法，虽然你们仓促修法，破产风险不该推给下一代。其实那个时候就说，你们如果这样搞，下一代惨了所以就造成世代之间的对立嘛那问题是那个时候公教在修的时候特别讲接下来就是劳保了，劳保有动吗？不敢动啊！政府每年补贴，为什么？劳保1100万人保险呢？你敢动？那个票源多大？军公教反正票也不是我的，
对不对？其实现在不一定，很多年轻军公教也不见得，但是呢，就是军公教这个不是我的这个票源税呢，我就砍那行政院说呢，立法院阻断沟通的可能所以呢，砍断军公教年级修法，他不提复议，但不提复议，你执不执行呢？行政院现在招是不附属、不执行、不附属、不公告、不执行，他的3不总统不公告，院长不附属，我们通通不执行。那所以行政院长说呢，上街改不了违宪的事实。说你不附属是不是反年改呢？你是不附属啦，将来这个不附属啦。那另外呢，所以呢，恐怕对砍军公年级他现在想到这招，我觉得都不附属，你们随便你们3读、6读、9读都一样，我觉得不附属所以国民党说呢，赖清德对军公教特别刻薄反正票我也不要了，怎样那另外呢说呢，这个联合报就是说，停砍年金这个案子，赖清德政府是自辟捷径，直冲悬崖。看一下，公务员们的热情让总统笑开怀，只是出席公务员的颁奖典礼，有些话总统不得不说。确保财政永续是政府对所有世代、对全体国人、对国家未来的共同承诺。现在，公教年金制度不应该因为仓促修法而走回头路，更不该把年金破产的风险推给下一代承担。原本欢愉气氛瞬间严肃起来。既然赖政府对年改修法有疑虑，下一个不附属的会不会就是他？总统没回应，但党内确实有讨论，令卓奎也透露，这一次不会再提复议，毕竟提了立院也不给报告。而财化法不附属后的朝野过招，卓奎再出击。部长，明年科技预算50亿的掌声，你给错了，你要给立法院才对。我们再给立法院一个掌声。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整部3兆0350亿的预算还停留在立法院里面，1页都没有翻开来看过，所以应该请立法院听到这个掌声，能够迅速的审议跟通过。这是明褒暗贬吧？回应农业部长对预算增加的感谢，卓院长话锋一转，点名立院失职，令对于自己不附属的决定，卓荣泰也不忘向台下的农民示意。行政院守护宪法，就跟农民朋友守护土地是一样的。把宪法拿来跟土地做类比，卓荣泰盼更多人知道他的苦心。来，文君。其实民进党在执政，往往其实都柿子挑软的吃啊。说年金不可以走回头路，要退休人员去共体时间。问题是国家在财政上面真的有兼吗？其实我们看那时候陈时中在买那个高端疫苗的时候，而且因为没有人要打嘛，所以后来过期销毁170万剂，大概损失了14亿。那陈吉仲他在买那个巴西蛋的时候，他也因为过期，然后再加上销毁，这样子也损失了5亿多，因为大概销毁5800多万颗嘛，5000多万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付了6000多亿，那因为每年付啊，可是一直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金额，6000多亿的金额付出去以后，可是我们完全没有拿到这样的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在弱化国防，老实说，这才是弱化国防。可是我们对美国完全都不敢讲。那这个6000多亿他都没有到货，这些钱，我们没有按照那个期程的，就是一直付。那如果说以目前台银的这个定期存款利率啦，1.725%来计算哈，1年的利息就高达103元。美国都30%的利率，美国利率很高的。我们还用我们这个来算而已哦，一年这个6000多亿就有103.5亿啊，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电。我们跟这个光电业者，我们每年补贴1700亿，那就是花钱买。那你买1度电就赔2块钱，其实光是这些的损失，
都远超于像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对于退抚金额大概200亿左右而已啊，他那个7000亿不知道怎么算的，然后就是说你这个是200亿，所以你说共体时间其实真的有艰吗？那不是艰难的艰，而是奸诈的奸吧。所以其实如果说像这样，而且他们已经执行了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在调薪也好，或者整个物价上涨也好，整个过程，因为那时候在砍的时候也是非常粗糙啊。其实政府其实就跟会头我们民间在标会一样的意思嘛。你当时人家标你的条件就是这样，人家退休就好像你标到会一样，结果你到最后反悔了，而且你那个会头。要一般如果说付不出来是要跑路，不然就是会有低声下气。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会头倒债还比别人还凶，就是有现代保护原则，不能够溯既往了。对你已经溯及既往，然后你对于这样目前停砍，你还是用这么刻薄的态度去面对，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伤害是很大，而且这个我觉得已经开始在对后续造成影响，军公教都有影响，因为现在以前的铁饭碗根本没有人要去，现在。那考高考很少了，对啊，考了以后也很多退了，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把我们的那个负面影响也都衍生出来了。这个还没有看到它的伤害性，我觉得这个政府可能后续要面对更严峻的一个考验。公务员的素质是很重要的，公务员的素质好他做的决策才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全民才好。如果公务员现在大家不考，这真的很麻烦所以我现在在想说，还好啊，我很多同学跑到大学当教授，还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去啊，去的怎么办？现在那退休金怎么办？没错，就这样砍了。因为当时他可能有2个选择，他也可以到民间，也可以到政府机构，也可以到学校，他都算了以后，他选择到政府机构、到学校，然后你现在去溯及既往，这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对新的可以有新的制度，你不可能对旧的这样子嘛。而且10年已经砍了6年了嘛，对，第6年了，对，到第6年其实。而且他那个时候，我们就是2016年开始做这个年改，不要说我们是走回头路，没有走回头路。像民进党又搬出，还有人把它搬出那个18%都把它搬出来，拜托，那已经是过去历史的，人家民国80几年就已经完全停止了。然后呢，我们也是把它的整个所得梯队那边有一块很严谨的一个公式，只是你不要忘记，在里面我们也有特别提到要做滚动性的修正，而且物价指数等等都把它包含在内。今天只是滚动式的在第6年发现他们所得到的部分跟目前的通膨等等来说的话，已经是没有办法，已经觉得那当初已经砍太多了，所以才把它停损在6年。那还是跟过去来说的话，还是差别非常的多嘛。你看看现在，真的就像赵哥那个时代，甚至在我这个时代，或在未来的这个已经是在5、6年级生的，很多人当初是说，回到台大，好的最好的台大教授，他们愿意回来，因为很好的 team， 然后呢，他们的退休金还不错。现在你已经很没有办法赢得这个所谓的30几岁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到台湾，因为整个退休制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真的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比较感慨的是，左院长他在对农民讲话的时候说，就像农民守护了你的土地，我们也要守护我们的宪法。拜托，你今天所告诉我们的不附属本身，你就已经实质在已经否定了我们实质的一个法律。你不是宪法的守门人，你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者。我再说一次，年金的改革，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为后代来做一个着想。所以这些钱的算法，不会是你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说的7000多亿，刚刚一步步这样算下来，还有包括公教人员，他们只是说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让我们可以有个很基本的，所以不要让我们那些什么像 Trey 一天不，每个人都突然冒出了很多什么我是公教人员的子女，我是现任公教人员，我反对，这些都是太多的谣言，就让它回归到一个最合理的，已经有改。而且我们像目前为止是要求一个3读通过里面依法执行给公教人员应该拥有的退役之后的一个福利跟一个他们应该有的对待吧。因为其实这个政府的制度影响很大的。当然，不要说台湾、美国一样嘛。当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砍那个太空预算的时候，我认识台湾2个夫妇啊，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到市场卖牛肉啊。他这政府一砍太空预算，没有地方研究了嘛。对。那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年轻，李国鼎先生还在，那个时候呢，管理学会，因为我也是管理学会的会员，李国鼎先生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些优秀人都不到政府里面去，将来政府里面都是3流人，3流人做的决策让你们1流人去
执行，你们就知道痛苦了。哎，那个时候，现在呢？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军公教的待遇是这样，退去是这样，你怎么吸引到好的人？难怪现在考公务人越来越少嘛，高普考挣以前的1/3的人呐，对吧？那以后怎么办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学术一样啊。今天为什么那么辛苦念博士？念完博士才大概30岁以上了，对不对？再顺利大概都要到30岁了。他就想说，我将来可以到大学教书啊，好好教个30-40年以后，我退休也没问题了。他现在告诉你，他连念博士的意愿都没有了。我念了干什么？我念不是只能到大学教书做研究吗？民间也不见得需要我嘛，对不对？除了很少数的高科技公司，那我念了干什么？念的结果是这样，不如早点出去。所以将来不管在学术界，在这个政府里面，在各方面，好的人才如果吸收不到的话，这个国家很麻烦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高虹安啊，内政部长说，高虹安新竹市长副执行已经签了，所以预计18日重返新竹市政府办公，还不错了。本来大家有人担心他会不会拖啊等等哈，还算快哈。事实上本来就应该该给人家就给人家嘛哈。那另外呢，他之所以无罪，是因为呢高等法院说，立法院给助理的钱是实质补助，但是有说弹性运用，这是秘书处发的。记得我在节目讲过，我说高虹安应该传立法院秘书长来作证啊，问问看立委助理都有没有报加班费，有没有报满？我敢讲都报满了，你敢不报满吗？你的助理跟你抗议，为什么他报满我不报？哎，我的工作是24小时，立委随时交代我，随时叫我实训稿，随时交代我查资料，随时的。我当立委的时候，我的助理还跑到花莲跟那个病死猪的混在里面呢。随时被杀掉，都可能砍他，然后去照相，把病死猪，我揭发病死猪拿来做肉品以后，哇，全国哗然。还有高雄那个也是码头有什么走私偷渡，助理进去拍照，晚上躲在那边拍照，助理干这么多的事情呢，是什么时候加班不加班？每天随时都可能加班嘛，所以呢，现在他们叫立法院秘书处出了一个函，说立委的补助是实质是补助，但是弹性用，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给助理钱呢，是给立委钱。比如说这个立委，假如说这100万，随便举例了哈，助理费汇到立委户头，但后来就国税局说，立委你怎么有这个收入呢？要加税啊！所以后来立委才建议，所以你们就把钱直接拨到助理户头里面去。所以你知道，你很多立法要从制度要从源头看，他当时怎么来的演进的，要看他立法的意旨是什么，当时这个制度的意旨是什么。所以高等法院就认为说呢，因为本来就给立委可以弹性运用的，所以他不贪污，他并不是如果助理也是公务员，然后钱是到助理口袋，你把他污了不得了，你这贪污，他不是啊，他只是给立委的补助性质嘛。他高等法院是这样看。当然了，最高会不会这样看不一定啦，因为现在台湾也是每一个法官有自己的心证、自己的解释，甚至跟他的政治立场、什么这个意识形态都有关系。反正至少高院说不构成贪污，在地院的时候就判他7年4个月啊。那另外呢，主要是立委回文说这是立委补助费，给立委的补助费，你给我的补助，我要怎么用是我的权利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了到底要搞清楚。我一直认为说清楚就是，只要这个钱没有放到自己口袋都可以。你可以弹性，但是不能放到自己口袋，那就不对了。就是比如用从什么这个办公室的费用啦、选民服务啊，有些选民要什么摸彩要送礼啊什么，你叫民意代表没赚几个钱呢？如果不贪污的话，他将来也没退资金啊，他怎样自己贴钱呢？也没道理啊。好吧，这个民进党咬韩国瑜受益有利高虹安的证据，立法院的副秘书长说完全没有，韩国瑜没有说话所以我认为韩国应该说话，没有说话都不对。你院长当然要替自己的委员讲话，而且公正的讲，不偏不倚的讲，好吧？这个现在他的高虹安原来一审7年4个月，现在6个月，是用他这个，所以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每个委员报8万，但其实给7万，1万块就作为什么办公室啊其他费用，所以就让公务员登载不实，所以6个月可以1颗罚金。那他的这个原来。王玉文判2年，现在3个月，而且缓刑2年。黄慧文原来2年变4个月，陈焕宇原来1年变2个月，陈凯宇原来就无罪，现在是无罪，都降低，因为罪名不同了嘛，那所以联合报就说为什么判决不一？因为法律是模糊的，法律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边，而且就算法律不模糊，法官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呢，高虹安几乎会争取连任了哦。所以呢，新竹有可能变成第一个蓝白合的县市。上次选举蓝有蓝的推荐的人，但到最后发觉不行的时候，很多蓝的政策性就投给这个高虹安了哈。那所以呢，民进党攻防也需要转弯，因为整个布局成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关于今天早上媒体在问内政部有没有签署这个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的这个复职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诈防条例审完的时候，那个公文已经签了。已经签了吗？对。那高虹安的薪水这部分会退给他吗？还是要等到没有照常会回给他？退回给他。所以他什么时候可以复职？公文签了啊，他新竹市政府自己处理嘛，好不好？所有人都可以。哎，向龙。如果高虹安不是白的，不是民众党，会不会这么快复职？我觉得是有悬念。因为中间也有 trick 是吧？我说了，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民进党对2026年，如果光只是在提名作业各方面来讲，民进党，我觉得所有的内外的政治情势对民进党都非常不利。尤其当你赖清德就任到现在，美国的本土都没办法去，日本对你再好，你也只能在台湾吃寿司，那都没办法动。然后你看到川普现在在全球对右翼的大力的召唤，你要知道川普的信念里面跟民进党是背道而驰。川普不要说他反台独，你要知道川普呢是不只是不反核，他是拥核派。川普呢不但呢不会呢支持废死，他是呢支持法外处决的。他看到的那些的毒贩，他不需要审理，他就直接杀了。跟杜特地很像。当然，他在美国的国内呢，他是派他的军队呢出来镇压呢跟他立场不同的人。那些走私那个毒品船被他已经打死好几十个人了。没有错，已经80-90个人了。然后呢，同样的，你看到他对于呢，就所谓同婚的问题，我说民进党呢，在台独、在反核、在废死、在同婚这4个主张上面呢，是民进党的特质。你说他真的假的也好，总而言之，他在这4个立场上面呢，标定了呢民进党呢作为意识形态立场的边界。可这4个跟川普通通相反。因此呢，民进党现在呢要去跟现在的川普政府要靠近很难，没有美国的支持，美国呢在开始采取退缩的，在呢已经把重返亚太呢都已经颠覆了之后，现在的民进党在整个的地缘战略上面是非常孤立的，所以他只能够去呢拉着高市早苗。好，那因此在未来民进党在面对到选举的时候，如果持续操作抗中保台牌，因为赖清德现在仍然在意识形态上面把抗中保台牌继续要打到2026，看能不能打到2028。但是在内部的战术上面、选举技术上面来讲，就是挑拨蓝白，让蓝白地方上面任何人能挑拨的都可以挑拨。我说今天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是白的，如果是蓝的那未必。好，那我们现在看高虹安的案子。高虹安的案子另外一个值得观察就是说，一审跟二审所引用的法律理由呢，差距当然非常大。其实我支持二审，并不是因为高虹安或者蓝白的问题，而是我觉得法律本身呢，必须要特别到呢跟政治有关的法律的政治判决的时候，它必须要让政治可运作。或者说你不能够呢用那种太假惺惺的、太虚伪的、太脱离现实。就像我们现在呢在抓贿选的时候呢，只要超过30块就有贿选。那肯定难定的。对，我说多少年了？那30块是个啥概念呢？就跟那个电锅32块是一样啊。32块其实他还是善意啊，然后呢他就要冒着贪污的指控的风险丢到公务员的工作。今天呢，所有的委员们呢，在所有的选举过程中，最怕呢，我任何的东西只要超过30块，都要证明我这个东西呢没有超过30块。我是大批买的，所以成本比较低。就是你知道我们的环境里面是多么的矫情。就像赖清德刚刚在讲那个5万的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总统，当你要做这个发言的时候，你难道不会去翻一翻过去你民进党有没有类似的提案吗？你身边没有人告诉你说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子的主张的，所以总是呢换了屁股换了脑袋，这都是政治人物。尤其你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时候，尤其赖清德已经是一个让台湾非常不快乐的领导人。我觉得赖清德对台湾最大的伤害就是
让台湾很不快乐。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赖清德，我想应该不会是我个人的关系。看到赖清德每天的讲话跟表情，你大概很难快乐得起来。让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觉得你就必须要是一个啦啦队的队长，你就应该呢让跟在你后面的人呢觉得选你呢，起码我开心。但是呢，当选你又不开心的时候，然后呢，你所有的措施都没办法进行，不断的激化政治对立，那当然是很可怕的事。高虹安的1审跟2审的法理的引用，我觉得政治立场仍然是非中了啊，就是因为你要罢高虹安没有成功啊，你的大罢免、小罢免，除了立法委员之外，你还想罢掉高虹安呐？可是新竹市民，你罢工啊，你都认为会过，可是新竹市民就不同意嘛？不同意，其实已经几乎预告的高虹安呢，只要出来他连任，他几乎是成功的，因为大罢免的投票结果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因为大罢免，所以呢，高虹安你再去卡着他，你司法会被怀疑的。因为老百姓呢已经用投票做了政治表态，而这种的指控是高度政治性的。我觉得法官的判决呢是合理的。我说法律啊不外乎人情，法律尤其呢去处理的复杂政治问题的时候，你要让政治可运作。但是今天的民进党或者说呢现在的司法要不要继续上诉如何？那个反正呢之后再说吧。但是眼前高虹安能够复职，会让呢台湾的政治，因为呢这个呢其实不太有经验的一个很年轻的市长，他的复职了之后，会让台湾的政治呢开始出现新一波的流动。那个这本来就是啊，因为高虹安，我上次他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也去帮他做站台，然后你可以看出，当然他是9万多票当选，然后现在目前为止是有12万多票在反罢的时候，所以表示说蓝的部分里面啊，也把这个票给了这个白银啊。那至于说是不是会有蓝白合这样的一个处理啊，我想如果高虹安他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被判是这样的一个无罪，然后可以复职的话，我想这个蓝白说实在的，我也不觉得国民党这时候有人要挑战现任，而且是一个有党。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所以说顺其自然可以是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的担心，因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在上诉。那上诉当中的话，你看1审2审那个差距这么样的大，那最后的，而且是在选举的时候，会不会又有一些政治性的这个部分来介入？我觉得这是大家目前为止也都不能够太乐观。恭喜，但是不能够太乐观。就万一在明年，比如11月、12月选前，高院再判有罪，没错啊，类似这样，就会有个这个政治的部分。当然，高院很可能发回了哈。对。那刚刚提到那个30块，当然我选举是不送礼的了。可是呢，你总是我常讲嘛，你总有个道理嘛。陈定南是什么时候当法务部长？是2000年到2004年，陈水扁的时候，离现在是20几年了。那个时候的30块，那时候很低了。那时候30已经低了。陈定南因为酷吏嘛，那时候30块，现在30块，现在30块连那个时候。你通货膨胀涨了多少？所以我觉得法律就搞得已经到不近乎人情了哦，已经到了这个很苛刻的地步了，是没什么道理。休息再回来。好，民进党各地英雄豪杰现在在厮杀哈，初选政见会时间出炉。台南林俊彦、陈亭妃12月27号初选，高雄4个1月3号1月3号可能就民调啊、演讲啊等等之类的哈。那台南市长初选很激烈，虽然只有2个，陈亭妃跟林俊宪。90岁的陈唐山做过台南县长哈，然后呢做过总统府秘书长，他拍影片支持林俊宪，唯一支持，但只有唯一了，你们不可能唯二了，一共才2个。那么另外呢，这个陈亭妃就跑基层。拼命拉票拼初选哈。那另外呢，这个陈水扁是挺陈亭妃的，陈唐山挺林俊宪的啊，所以呢都打名人牌，而且正面对决。那另外呢，民进党今天有杂志啊，有杂志呢说，国民党介入民进党初选，什么意思？说初选被操弄了，说这个台南的这个蔡玉辉台南市的议会蔡玉辉说呢支持这个陈亭妃，所以他的支持者去介入民进党的初选啊。那这我就不懂了，一直说蓝营，如果蓝营真的介入应该支持林俊宪才对啊，因为民调一做，陈亭妃赢谢龙介很多，林俊宪上次还输谢龙介啊，只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林俊宪赢一点。但是赢也不多，陈亭妃就赢很多，
如果是蓝营的话，怎么会希望陈亭妃出来选呢？当然希望林俊宪出来选，谢龙介才有机会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蓝营除非那个智胜脑袋有坏掉啊，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呢，这个说蔡玉辉去支持陈亭妃，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呢，陈亭妃曾经有很多这个违反民进党的这个潜力啊。那另外呢，这个陈亭妃说，如果国民党真的支持我的话，支持度会更高，支持他只有这样而已啊。国民党就支持林俊宪啦，也是这样哈。谢龙介说我要调查，这谢龙介他是台南市长不朱你们怎么去支持那个这个可能会打败我的，要支持我可能打败的人啊？所以他说党员不应该介入台南初选，我要去调查，看看到底真的还假的，看一下。各位台南乡亲大家好，好久不见接到这个民调的电话信，咱就讲唯一支持林俊宪，是安怎要爱支持林俊宪？俊宪呢，伊胜败个清廉，伊当守住这个民进党最重要的这个价值。来，慧珊。因为应该说差不多在1个月之后就要进行初选的民调，大概原则上会落在1月中，那大概有高雄跟台南都差不多时间。那我想其实到这个时间点，应该选民应该决定都差不多了啦，所以心里应该都有一个谱了，觉得要支持谁。那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初选的时间这么久，大家该跑的、该被看到的、该被检视的都有，所以我想以民进党本身来说，应该选民都各自已经归队了。然后，但是国民党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变数，就是说，这个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支持者在这个民调电话里面会选择谁？那这个确实会影响到这个最后民调的结果。不过民党一直都是做这个不是排蓝的民调啦，也就是说这是个全民调，大家都可以来表态。那所以有没有这个国民党人去介入这个初选，可能就会影响民进党提名的最后的结果。那这个确实会有这个多多少少的影响啦。那进。这个《镜周刊》啊登有关于陈亭妃背骨的这些事迹哈，就他是真的是民进党的在台南初选是杀的这个刀刀见血，真的是很狠哈。而且我觉得很尴尬的，对于民进党来讲，就是现在呢，陈亭妃在不管是媒体民调或者是什么的一些的这个民调，他的支持度都超越林俊宪这么多。那如果说到最后，民进党。刚才伟珊是说，你们还是会用民调来决定对，我们就是全民调。对，就是说，如果说民进党自己做的民调却是林俊宪呢反超的话，这个能够服众吗？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比较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才要发动攻击啊。对，但是会不会擦身作用？当时你忘了这个赖清德也高于。这个蔡英文那么多，他就延长，他就跟你。您讲到这个呢，就倒是真的哈，就说赖清德那时候在跟蔡英文在面战的时候，就说我是非常确定的消息，因为是来自于这个公关公司，他们就有很多来自于蔡英文身边非常亲近的人，就是大下这个预算，就是在网络上各种呢，就是放。各种不利于对赖清德的消息，我想他们现在呢，就是用同样的手法在对待。不是我的，以前选举花钱在做广告做文件，现在选举现在都在放这些公关公司。网路，然后一大堆攻击你，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民调大概高雄的民调大概已经出了10几个，反正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柯震都是输，好不好？除了柜台之外，哈，这就是如此，就被压着打。但是呢，我们就要去开始回想，我觉得民进党虽然是全民调，但是我觉得这很危险。你不要忘记，就是最现实的嘛，屏东的初选，在3年前，苏清泉永远是12到13%，然后呢，其他3个人全部都是50几%，后来结果他只输3%。之前都输40%，现在只出真正结果是怎么样？没有，那时候台南还没有初选。我现在是说以民进党初选，马上要来的一个初选的一个结果来说，他们都是50几，孙选只有多，然后真正投票的时候只有3%。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要用这种方法来决定最后的胜负，而且都是不是手机，都是在守着电话旁边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样选出来的人，或许他们行克谁，他们真的是觉得说派任何人出来，我们不要进啦，反正一定把你们国民党给压在地啦。所以大家真的要想清楚啊！真的说实在的，都是立法院的同事，真的谁比较好，谁真的是能够透过政党的轮替，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选民应该好好的来思考的。
我们那个立场应该不会一样，不过现在的民调，我觉得慢慢的有一些到最后可能才会看出比较明确的结果。民进党的初选真的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常常都是刀刀见骨，哇，那个杀的都非常恐怖，一般应该都不会做到这样。像我们如果说要了解民进党彼此的候选人这样子的一个内幕，他们初选的时候其实爆发最多，所以其实现在比较大的风险，我觉得现在都高度的政治化。那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一次像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贪污，总统讲到一个重点，民众非常厌恶贪污，可是这个贪污不是指那个32块的那一种，它反而是被同情，而且被厌恶，说现在为什么是司法这样判决？所以我想这个到最后可能在明年也是一个决战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当年韩国瑜在高雄胜选的时候，选前4个月他都还落后非常多，但4个月之间呢就翻盘了，现在都还太早。但是我只一直提醒说，今年我觉得台湾社会有3股情绪，反赖清德是一个很强的情绪，反战是一个非常强的情绪，反贪是一个非常强的情绪。这3个情绪呢，如果能够汇流的时候，结果就知道了。对了，就是说问题就是说还是要告诉选民嘛，选民对。